朋友们，你知道修行的要点与开悟的关键是什么吗？其实简单来说就是3个字：观无念。那什么是观无念呢？为方便大家理解呢，我们可以把它拆解为3步。第一呢，就是观察，时时觉察到念头的瞬间，便是不陷入念头的瞬间。第二是通过观察获得正见，体悟到了念头与感受本无自体，没有实义。第三是自身受益的结果。既然念头和感受皆无实可得，过去即空，下一念已非上一念，那么就不必执着于某种念头感受的境界，不必安住无念，不必追求顺心的境界，也不用排斥和恐惧不顺心的境界。一切过而不留，该来的念头任其来，该去的念头任其去，该生的感受随顺其生。如此，于一切正在发生的念头感受中，本自无挂碍，心灵本自通透寂静，这便是无念的含义。在一切念头感受中，本自不受其挂碍，即为无念。因为没有了挂碍，所以内心有时会彻底沉入寂静清净，这也属于无念。因为没有挂碍，真心本具的清净、解脱、喜悦之相便会生发。我们与这份本自的清净、解脱、喜悦相应，便是认清了自己的本来面目，便是体证了真心自性。所以无念是说念头的升起并没有什么初始的迹象，也就是说，观察中无法捕捉到念头即将发生的时刻，细心体察念头刚升起时的迹象，便会发现那正是无念本身。众生之所以迷惑烦恼，就是因为从来没有做到真正的离念，始终执着于自身的念头感受，忘了自己本是能观照、能知晓一切，却恒常如如不动的觉性。因此佛家称为无始无明。我们心的常态呢，大多是念头的升起、停留、变化、消亡这4个阶段。但真正领悟无念的人，会知道真心本身无形象，本无生灭变化，一切生住异灭的现象仅仅存在于念头之中。如果能真正做到无念，便会明了生住异灭4相是没有先后之分的整体幻象，它们的本质寂静平等，唯有一个真心在寂静中觉知一切。而这里的观，也就是我们观察念头、觉知念头的观，便是始觉，即是开始觉悟的意思。但这始觉也没有实体可得，我们提起始觉，刻意发起觉知，去关照念头，追求离念，不陷入念头。此时始觉与念头变成了2元对立。当领悟到念头本无自体，没有实义，无法对自己造成任何伤害与影响时，始觉在某种意义上便无需刻意执着了。认清念头烦恼本空，便也知晓对治烦恼的始觉也不是真实存在的实体。此时便达至能所双亡，也就是实现了始觉与本觉的彻底合一。始觉与本觉合一呢，并非失去觉知，反而意味着回归到了无所不知的本觉。也就是说，身心内外的一切发生都能自然知晓，无需刻意发起某种觉知去体察，这便是本觉。我们本就如此，本就不受任何干扰，如如不动，无所不知。通俗来讲，有现象便有觉知，我们本是一切现象中如如不动的本觉，而不是说在某一时刻我要开始觉知了，要开始修行了。觉悟与觉知没有起始的点，觉性本身便是连贯恒长的。我们本自具足的本觉会随染着分别生出2种相状，这2种相状始终与本觉不相分离。哪2种呢？一是至净相，二是不思议业相。这里的随染分别呢，是说本觉作为真心的功用，并非为了觉知某种对象而存在，
当众生处于无明妄想中，本觉便会被动觉知到烦恼与痛苦，这便是本觉被染污，被烦恼所缠缚。当众生出离妄想，本觉便脱离烦恼的缠缚，觉知到由真心本质生出的解脱寂静之相，这便是被净染。染污与净染统称染，本质上都是本觉所觉知的相状，因此觉者依旧是有相的存在，圣人亦是有相的存在，这便是至净相与不思议业相。真正无相的是真心本身，觉者与圣人的智慧相、无烦恼相、解脱相，是真心离妄后所生；众生的烦恼与苦相，是真心被妄染后所生。所谓至净相，是指我们通过始觉观照、修行觉知而离念。当一切妄想除尽后，始觉与本觉合一，脱离烦恼与虚妄的本觉便是至净相。而回归至净相的路径呢，经典里总结了5个字，那便是依法力熏习。什么意思？这里的法力呢，一是指真心本具的无量清净功德，即真心本自解脱、本自圆满，只需让这份本有的清净解脱显发，便是依法力熏习，也就是离念，脱离念念相续即可，无需另求一个真。因此，真正的解脱与智慧并非修出来的，而是离出来的。只是有人会执着离这个概念，所以才说不即不离。永嘉禅师所说的不除妄想、不求真，便是从结果而言。真正的离是连离的执着也放下，因此不必刻意除妄想，更无需向外求真。法力的第2层含义是依靠经典中的智慧与觉悟者的见解，来转变自己的认知，破除固有习气，这便是熏习。通过持续的始觉观照，不断离念，以离念离妄让真心与真相显现，便是如实修行。在没有自证真心自性之前，一切心念活动虽然存在，但要明了其虚妄不实。这其中也包括对智慧、道及各类真相的概念化理解。所谓正确见解，只是看清心意识的虚妄与束缚，而不是执着于更多认知，另求真实。当所有染着的因缘彻底脱离，觉悟的本体便会纯粹清净地展现。要知道，一切心念活动都属于无明妄想，但所有无明妄想皆依靠觉性而生。如果不是这样，又是谁在觉知妄想与烦恼呢？对不对？妄想不离觉性，妄想之中本含真相，所以才说非可坏，非不可坏。可坏的是本无自体的妄想本身，不可坏的是贯穿于一切妄想与解脱之中的觉性。这就如同大海因风停而没有波浪，但海水的湿性始终不灭，永不损坏。心念活动与真心的关系也是如此，念念相续的执着停止了，无明躁动消失了，并不意味着真心的消亡，这便是智性不坏。这里需要强调的是，念念相续的停止并非刻意强求，而是要领悟念头本无实体，本没有自性，就像浪花本没有固定的形状，明白任何念头感受本身空寂不实，无法对真心造成实际伤害与影响，不过是被觉知到的妄想现象，便能在念头中脱离其挂碍与束缚，自然达到离念解脱。第2个不思议业相，它是指本觉此时已不再觉知曾经的虚妄烦恼与妄想，而是觉知到离妄真心所发挥的不可思议妙用。本觉在迷惑之中时，众生会依循它造作种种业力，觉知各种烦恼妄想，所以说业力不可思议。如今本觉脱离迷惑，回归清净，过去能生万千烦恼痛苦，此
此刻便能升起无量殊胜美妙的解脱境界与无量功德之相，此时便能圆满实现所谓的自利利他。这就好像，当一个人的妄念彻底止息，内心不再被任何烦恼缠缚，本自圆满、寂静、解脱的本性显露时，心中便会升起大慈悲，就会产生万千的方法和智慧来能够引导、帮助他人。这一切都是因为本觉出离了所有妄想与烦恼的束缚，照见了真心本具的无量功德。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